道大家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很多我们习以为常，但是又觉得哪里说不通，可是呢又不会花心思去仔细分析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呢，在美国，房租限价越严格的地方呢，房租反而是越贵的。那这个现象的发生，到底是因为房租高所以限价，还是因为限价所以房租高呢？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I'm talking about this.那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有钱人的房子呢？他住在郊区，可是呢，市区其实也有很多很贵很好的房子。那选择住在郊区的原因呢，可能呢有很多连富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背后的经济原理。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人权组织他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呢，可能会经常用一些比如说比较贫困的、人道水平比较低的照片或者是影片。那这些影片里面呢，往往会出现一些人口非常集中的贫民窟的场景。那这些贫民窟的场景到底为什么会形成？那又为什么贫困的人呢都选择住在同一个区域生活？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就从这些身边的经济现象入手，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去解释一下形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You don't have to raise your voice. You pay I can give you half. you! You pay! No pay! 那我们先来解释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房租限价越严格的地方呢，房租价格反而越高？这里面呢，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是隐约知道正确答案的，但是呢，这部分朋友你先别走，因为你将要听到的分析呢，不仅仅是在答案的第一层，而是在第5层。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房租限价的问题里面最基本的第1层逻辑，然后呢，再反推出更深层的逻辑。从现象上来说呢，之所以有房租限价这个政策，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呢，房客们认为房租过高。Because you're living here, rent will be higher. No, we wouldn't want it to be higher. 那作为民选政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听从民意。虽然说这个顺从民意是应该的，不过呢，经常这种情况呢也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现象。听从民意的政府呢，给房租上涨设定一个幅度，也就是把房租的涨跌跟市场中的供需关系有意的拆分开。那这种政策很多地方都有哈，在美国最著名的几个地方就是像旧金山湾区啊、纽约、洛杉矶。那咱们就拿旧金山举个例子，虽然说呢，其实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地方呢，不过呢，因为我在那儿住过2年。所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那我记得2015年我在旧金山租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房租价格大概是1个月2650，那垃圾处理费、水费、电费、网费、停车费这些一律都不含在租金里面啊。然后呢，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就是租赁的专员跟我说，那这个房租每一年最高的涨幅呢是不会超过，我记得是1.9%。那当时我还觉得这挺合理呢。同时呢，我还觉得，哎，这一个不到70平米的一个地方，2650一个月，是不是也是有点贵呢？不过后来呢，我也打听了一下，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就是同一个管理区域的这么一批人哈，他们呢连续有住了20年的，这个租金大概就是当时2015年价格的1半差不多。那如果从政策上来看呢，旧金山整个这个大湾区，也就是说旧金山的东湾、奥克兰，再加上底下这个 Hayward， 这整个大湾区区域呢，房租的涨幅呢其实是在0.1%到3.6%，这个是政策上来讲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按通胀上来讲呢，这个数字就不一样了。那如果从通胀的水平上来看呢，旧金山这个区域呢，其实它的房租涨幅是在负的1%到正的11%区间。那我们把这个11%最高值哈去掉的话呢，最高的这个涨幅其实出现在2016年，是在7%。那从这个现象上来看呢，这个房租限价是对长期在同一个地点居住的人其实是有利的，但大多数呢有租房需求的人，本来就是因为买不起房，或者是说呢有经常搬家的这个需求，才会选择去租房。那每次有房客一搬走呢，这个房东就可以对新的房客重新定价了。那另外一批从房租限价上面获益的人呢，就是在房租限价出台之前就已经在旧金山这种地方有自己地产的这些地产商了。那这个就也很好理解了哈，原来没有房租限价的时候呢，整个租房市场是根据供需关系来走的，也就是说呢，不管是开发商还是地产投资商，都希望把自己的成本降到最低，利润放到最大嘛。可是呢，房租限价的政策出台之后，后面想要进入旧金山的投资方或者开发商呢，一看，哎呀，我这个买房的价格蹭蹭往上涨，盖房的价格也蹭蹭往上涨，但是这个租金不让我上涨的，那我这利润从哪儿来呢？所以呢，索性也就不在这地方投资了，也就意味着旧金山呢新增的租房供给就上不去了，房子就这么多，新房客想要租房呢，只能付更高的价格了。而且要是房客迟迟不搬走的话，这个房租还没有办法上涨。那一旦房东认为这个利润太低，对于房屋的这个修缮呢、维护也会比较懈怠，房客住的时间长了，这个居住体验也会比较差。哦，对了，
2017年我从旧金山搬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同样房型的这个房租已经涨到3000块一个月了。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都是在最基本的第一层逻辑里面哈。那我们再往深的说，其实还有2个间接导致房租高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城市规划，另一个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想到过的，就是零和博弈思维。那我们先来说一个简单点的，就咱先说城市规划。我相信大多数看我影片的朋友们呢，应该是生活在城市里面，或者是说呢，对城市的生活或者生活方式其实是有一定了解的哈。那城市规划，大家觉得这种非常正常的政策，或者是说这种政府部门呢，其实是导致房价和房租上涨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那因为城市建设涉及这个政策领域，就是比如说像规定哪个区域可以建什么样的建筑，多大的密度，多高的层高，给哪些开发商发放多少开工许可之类的。当然，现在这些城市规划把环保也安排进来了。那我就拿美国的几个城市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大家就能看出区别来了。在我现在住的这个休斯顿呢，就是这种没有 zoning law， 也就是土地使用分区法的这个地方，在这里一栋呢大概20万美元的房子，在洛杉矶附近呢就要差不多100万美元，在旧金山呢就得再加50万，差不多就150万呗。当然这个里面还有这些人力成本和材料运输成本这种因素哈。但是我们可以至少看出来，这个价格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城市规划里面还涉及到一些所谓的像 Open Space Law， 就是开放空间法，就是用来限制一些特定的地区呢是不能被开发的。像旧金山附近这个 San Mateo 县有差不多2/3的土地是不能被开发的，然后就是 Monterey 县，就也是加州的嘛，这个地方大概是有40%的土地是没有办法被开发的。还有就是 Smart Growth Law， 应该中文翻译过来叫做精明增长法案。那这种法律主要限制的是郊区的土地开发，那这个开发商没有办法开发，也就是说人口在不断增长，但是房子就那么多，房屋供给上升的速度没有人口增长的速度快，那房租和房价越来越高的这个现象就很好理解。那在这基础之上，再加上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关于房租限价的法律，那这个房租上涨过快就是一定的了。而且这种现象呢，很明显也是让人跟人之间在住房选择和价格上面的不平等的现象其实更加严重。那像千禧一代以后出来租房的呢，都是在房租限价这个法律实施之后了。高房租让这些本来手里面余钱就不多的年轻人呢，生活更加辛苦。但是年长一些的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在这个城市没有推出房租限价这个法律之前，或者是说房租和房价还没有涨得很高的时候，就已经有住房了。那这个人群的住房压力相对于年轻人呢，就小了很多。那另外一个数据呢，本来我想说这期不怎么讲数据的，但是没办法，想要解释清楚一些东西呢，还是得讲数据。那1970年的时候，旧金山湾区的家庭如果说拥有一个中等价格的房子的话呢，大概是13年可以把这个房贷付清。那每个月呢，大概是有25%的收入是用来还贷款的。80年的时候呢，这个比例就达到了40%，而且还是30年期的贷款。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是30年期的贷款开销呢是占到了50%的收入。而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70年代的时候呢，旧金山呢发布了一系列的土地使用限制令。那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说了，那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这些难道就一定要给房价和房租让步吗？我呢并不是这个意思。每个人对于不同事情的优先级呢都是不一样的。那至于有些人觉得城市规划是对的，或者是说人们的住房处境要比城市规划更重要，这一期影片呢，我并不想分出一个对错。我想表达的是，不管你的观点是站在哪一边的，哪怕是中立的，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些选择的背后，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或者代价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的是这个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到底是怎么样推动房租限价这种政策最终得到实施的。首先呢，我们说零和博弈最重要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一个整体里面一方得到利益，另一方必然会产生损失，而双方利益之和就是零。那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领域都符合零和博弈的这个标准哈，比如说赌博，那经典的零和博弈啊，还有就是剪刀石头布，还有就是几乎所有对抗性的体育赛事，像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这些都算是。那在金融领域里面呢，股票就是零和博弈，在某一个时间点有一些人赚钱，对应的一定有一些人在赔钱。但是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呢，经济活动它就不是一个零和博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交易双方在交易里面最终获得的并不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的话呢，那么这种经济交易肯定就不会继续下去了嘛。
What is your second offer? 也就是说，经济之所以可以得到发展，是因为交易双方能够获得的利益之和其实是一个正数，而不是零。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其实是一个正和博弈 （positive sum game）， 而不是一个 zero sum game 零和博弈。那如果大家对这些词有点生疏呢，也不要有心理压力。其实我都给大家总结好了，你只要点击这个描述栏下面这个链接，你就能看到了。经常会有观众问我哈，你这频道里面讲了这么多复杂的关于经济的内容和逻辑，到底有什么用呢？那我简单坦率的回答一下这问题哈。我之所以做这些经济和金融分析的内容呢，并不仅仅是因为我身处在这个领域，而更重要的呢，是因为在当下这个立场和情绪先行的时代里面呢，我希望能够通过做这些影片去聚集那些选择探讨问题而不是争论立场的人，选择提供价值而不是关注索取的人，选择质疑常规而不是盲目顺从的人。我建立这频道呢，是把社会现象、经济系统和人联系在一起，重新审视我们多年以来被灌输的思维方式。在这个信息爆炸，同样也是信息毒品肆虐的时代里面呢，我尽我所能去呈现独立思考的意义，所以呢，我才愿意花100个小时去打磨一期影片。当然了，更重要的也是因为你们的观看、订阅和留言不停的给我反馈，才让我觉得我这个努力呢是值得坚持下去的，也更积极的去邀请这些更优质的嘉宾进行访谈。我相信呢，跟我一起走下去的不会只是今天这3-4千位订阅的观众，而是未来的3万、4万、30-40万，甚至是有一天我希望可以达到300-400万的观众。所以如果你是新观众的话呢，欢迎订阅成为我们的一员，也希望你把这个频道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同时我也欢迎搬运工来搬运我的影片，你们传播出我输出的价值呢，顺便赚点钱，我觉得这事儿也挺有意义的，不是吗？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的事儿上哈，政府能够推出房租限价这种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制定政策这部门呢，不管是真有意还是真无知，把这个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呢定义成了一种零和博弈。那这种思维下呢，我们能够看到的租房交易就是房东收了租金，房客损失了租金。可是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房客虽然说付了租金，但是也获得了住房，而房东获得了租金，能够帮助他付掉贷款之外呢，还有一定的收益。当然了，如果说房租还没有贷款高的话呢，那算是让这个房东少赔点钱吧。这种房东呢，你们是真活菩萨呀。那政策制定如果是按照零和博弈为基础的话呢，也就是说政府在本来只有2方参与的这个租房交易里面呢，成为了第3方。那这个时候呢，哪怕是租赁双方都同意这笔交易，但是合同条款是不符合第3方的，那这笔交易呢就不能生效。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阻碍呢，最终就会成为交易成本附加在这笔交易上面。长期来看呢，租赁双方都会觉得自己吃亏了，一方觉得房租太高，一方觉得这个房租还不够覆盖贷款成本的，最终就形成了这个双输的结果，这就是 negative sum game， 也就是复合博弈。那如果我们认定经济活动是一场正和博弈，那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再去思考这个房租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能想到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作为房东的正向利益的时候呢，就会进入这个租房的市场，想办法让自己能够尽量的多提供住房。那这个时候呢，更强的市场竞争就会让做租房生意的人想办法降低自己的成本，或者是说呢，给租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让自己在租房市场里面更有竞争力。那相对的就是房客能够得到更多的服务，或者是更低的租金，或者呢是更多的选择。好，那刚才呢我们解释了关于这个房租限价这问题的表面逻辑和深层逻辑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后面这2个现象奠定一个思想基础了。那这2个问题呢，就是前面我们开头提到的，为什么富人喜欢住郊区和为什么贫民窟的人总是很多。当然了，这2个话题也是分表面逻辑和深层逻辑的。还在看的观众呢，你可以喝杯咖啡顶一顶，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I've been a rich man and I have been a poor man and I chose rich every fucking time. 富人喜欢住郊区的原因呢，就是跟资源成本和交通成本有关。那所以表面这层逻辑呢，就是说富人更有能力支付交通成本，像这个买菜、房屋维护，甚至说接孩子上下学都可以拿钱解决嘛。那还有不少富人家庭的这个孩子是找私人教师来家里上课的，孩子压根不用出门。那而普通人呢，需要自己去解决这些买菜、上学、看病，甚至是说包括社交这种需求。 $6 for tap water with a fucking cucumber stick in it? I'm not shopping at this store.
I'm robbing this store. 那城市这方面的资源呢就非常集中，均摊到每个人的头上呢，成本就会比较低。那我们说完了表面逻辑呢，我们可以再继续探讨一下更底层的逻辑。那想要探讨更底层的逻辑呢，我们首先要弄清楚3个关系。那这个问题也可以解释我们刚刚说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贫民窟为什么人口众多。那第一个呢，就是人口聚集跟资源共享和人口过剩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城市扩张跟生活资源和交通工具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就是从成本上来看，企业迁出城市和城市平民化的原因。那我们先说人口聚集和资源共享和人口过剩的关系哈。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城市这种人类聚集的方式为什么一定会发生。那首先呢，人单独行动所能创造的生活资源从种类和数量上面其实都有限，人类聚集呢形成经济活动，交换商品和服务，各取所需，这就是解决了资源种类单一的这个问题。而随着人类为了生存需求而聚集，经济活动逐渐呢就变得频繁，人类就可以开始考虑建立更大的系统，把不容易保存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资源呢和配套设施分享给每一个人。那这些资源呢，就比如说水、下水管道、网络、公路交通这些东西。但是城市生活的便利呢，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就是说我们现在会感受到的堵车问题、城市卫生问题，还有一些污染问题、治安问题等等。而人口越来越多，会出现一些资源供给的系统出现供给失利的这个情况。这种城市拥挤的场景呢，也是经常被人拿来成为这个人口过剩的理由。但是其实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为什么呢？古罗马的时候呢，人口数量跟今天美国德州达拉斯的人口其实差不多的，但是人口的居住范围那个时候只有达拉斯整个城市的2%，所以说实际情况呢，就是那个时候古罗马其实更拥挤，但是明显古罗马那时期肯定是没有人口过剩这说法的，也就是说拿拥挤的现象来说明人口过剩，这肯定是不成立的。不过如果我们从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角度上来看呢，就可以解释城市拥挤的现象了。这就要说到第二个我们需要讨论的关系了，就是城市扩张跟生活资源和交通工具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哈，在1910年到1916年之间呢，福特 Model T 这款汽车的价格呢下降了一半。07年的时候呢，在欧洲每1000个人里面就有600辆车，在美国1000个人里面有900辆车。那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富人能够承担的超出大多数人的交通成本呢，这时候工业的发展呢，就让这种成本平民化了，也就给城市扩张呢提供了条件。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呢都知道，在绝大部分的美国城市里面呢，没有车跟没有腿差不多。那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美国在上世纪工业发展时期打下的一个基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负担起去买小汽车了，也就越来越没有必要集中住在某一个区域，就像古罗马那时候似的。那越来越多的人都需要开车开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工作地点的话呢，也就出现了这种城市里面堵车的问题。哎，对了，在美国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纽约这情况跟当时古罗马好有一比？纽约这种城市呢，获得资源的成本很高呢，原因就是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房租限价、城市规划其实都有关系。很多人在纽约生活呢也是没有车的，但纽约人呢从城市里面走路去上班这个场景，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像现代版的古罗马人去斗兽场的感觉？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城市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人群生活聚集的现象呢，进而就产生了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群聚集的地方呢很容易产生矛盾，也就让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企业迁出城市和城市贫民窟化的原因。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常见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举个例子说说哈。那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芝加哥西边这区域呢有很多的企业，西部电力公司雇佣了43000名员工，国际收割机公司雇佣了14000名员工 ，Sears 就是前几年倒闭的那公司，它的2个总部呢大概是有10000名员工在这个区域工作。60年代后期的时候呢，这国际收割机公司关门了。那 Sears 呢也在1973年的时候呢，把很多的办公地点迁到了芝加哥东侧的这个 Sears Tower 里面，那原来的总部的办公室就闲置下来了嘛。西部电力公司呢，在芝加哥的这个厂也逐渐的迁出了芝加哥。在1984年的时候呢，芝加哥的这个厂呢就彻底被关掉了。但是，但凡做过一点小生意的，你们都知道，迁厂绝对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决定，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呢，设备、工人、场地合约、工厂生产的规则等等。那为什么这么劳心劳神，这些工厂还是执意要把这个工厂或者办公室迁出这个区域呢？这个呢，就是因为60年代的时候呢，芝加哥作为人口聚集的一个大城
城市发生了很多社会运动，也有很多游行暴乱这种事情。比如说呢，最有名的就是1968年的时候，由于马丁·路德·金贝茨而引发的社会暴乱。Dr. Martin Luther King, the apostle of nonviolence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as been shot to death in Memphis, Tennessee. 那类似的社会事件呢，接连不断的发生，这些呢也跟70年代的大通胀有关哈。之前呢，我做了一期非常详细的，从立法、外交、战争、货币政策和社会思潮这些方面呢，讲解了70年代美国大通胀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哈。那既然了，你看到这儿了，也推荐你们订阅一下我的频道。那我们说这个城市贫民窟化的原因，其中一个呢，就是因为工厂和公司由于城市安全和这种由于社会不稳定而产生的经济成本而选择搬迁，像不像现在的旧金山？而搬迁以后引发的这个失业问题呢，就成了城市贫民窟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刚才我们说的哈，人们在资源不足的时候呢，会选择聚集，用这种方式来均摊生活成本。那低收入这种社会现象就会吸引一些需要便宜劳工的这个工厂或者企业去这些贫民窟去找一些廉价劳动力。那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这种现象哈。如果你住在美国的话呢，很多大型的五金店门口，你都会看见有很多这种聚集在一起等活的，大多数呢都是拉丁裔或者刚过来的美国移民，有一些呢包工头什么的会去找他们做一些零碎的装修或者是建筑类的工作。那之所以包工头会找这些人做零碎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交易可以形成一种正和博弈。那我们再延伸说的话呢，政府设定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在主动成为经济活动的第三个交易方。如果说这个最低工资标准过高的话，产生了复合博弈，那企业收入要是还没有付出的工资高的话呢，那有一些员工就没有办法被雇佣。所以我就认为现在美国一些议员在推行15美元1小时这最低工资标准，要不就是没学过经济学，要不就是没订阅过我的频道，要不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能支付得起这么高工资的只有这些巨头企业，那小企业是根本没有办法有这么高的利润去支付15美元1小时的薪水的。但是在美国真正大企业的数量呢，只占所有企业的0.1%，剩下99.9%都是小企业。那这个小企业的定义呢，就是说有500名员工以下的就都算小企业。美国的小企业的总数呢，大概是3300万家，其中呢有600万家雇佣的员工总数加起来呢，是占美国的46%的非政府员工数量的。也就是说，不算政府的雇员，美国有将近1半的员工是靠这600万家小企业养活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说最低工资标准持续升高的话，小企业是没有办法支付这么高的基本工资的，没有办法经营下去的话，是谁来接盘呢？跟大家讲一个2021年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哈。加州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跟纽约这两个是并驾齐驱的两个疫情管控最严格的地方。那不说是封城吧，反正也跟封城好有一比吧。那时候我去旧金山运营一个小项目，需要租一个本地的店铺当做场地。那结果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打过去的几乎每一个电话都是说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因为呢我们需要去联系一下总部等审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啊，因为在2015年我住在旧金山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些小店面都是属于个人运营的。在美国这种一般叫做 mom and pop shop， 就是说个人或者家庭开的小生意。虽然6年之后他们看上去还是很像 mom and pop shop，可是其实他们都已经被大企业收购了。因为很多成本，比如说这个人力成本、房租成本、水电成本，旧金山中心治安还特别不好，所以保险成本肯定也是非常高。那这些加在一起，只有大企业才能运营得动，或者是说哪怕是赔钱，也只有大企业才能赔得起。但是这种大鱼吃小鱼的情况，其实是非常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就比如说像把100个鸡蛋放在这一个篮子里面，肯定是要比把这个100个鸡蛋放在10个篮子里面风险要大得多嘛。克制一下啊。那我们给这期画个重点吧。那影片一开始呢，我们解释了一下关于这个房租跟房租限价政策还有城市政策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房租限价对于房租价格上涨是有推动作用的。这个呢，实际上是违背了房租限价政策想要达到的目的，而这个情况背后所反映的就是制定政策的这些人呢，对于房租这个经济活动它所创造的价值是有个错误观念的。这政策制定方式认为经济活动是一个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他们把衡量的方式仅仅停留在货币这个层面，并没有深入的去讨论这个价值层面上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又讨论了这个富人住郊区和贫民窟人口总是很多这两个现象在经济上面的原理。那最终落到的核心关键就可以总结成4个字：资源成本。富人呢更容易负担在郊区所需要的一系列成本，相对的哈，
大多数人住在城市里面，是因为获取生活资源的成本比较低。虽然说呢，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以后呢，汽车的普及给城市扩张提供了条件，但是也造成了交通拥堵。而城市人口密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促成社会运动的条件，而这个呢，也导致了企业无法承担由于社会动荡而引发的经济成本，最终呢，就导致了城市的贫民窟化。而贫困会让人们聚集在一起，用来分担获得资源所需要的成本，也就造成了贫民窟的人口聚集的这么一个现象。下一期的访谈呢，我邀请到了商业谈判和风投融资的教父级人物 Oren Klaff， 他也是 Pitch Anything 这本畅销书的作者。那这本书呢，目前在亚马逊销售和演讲类的这个书籍里面排名第4。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知道他是怎么给1亿飘10亿的项目进行融资的话呢，下一期呢，我们不见不散。